花大姑娘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玩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呀，跟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，光跟人还叫。别走啊！哎呀，还不如咱家小鸡小鸭呢。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。赶紧走！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。妹，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。就是。走了这是。你就是那个。芍药，你不是花指？你记清楚了，我叫芍药，你再欺负我花姐姐，你试试。泼彩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的完了。他以后再来找花姐姐麻烦怎么办？拿针扎他。我毒死他啊！行行行，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，生气了啊！快走。没追过来吧？好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不行，哥儿几个快给你笑死了！就是。白日赚了159，晚上花去了32，利是多少127。对了，姑娘，他们看我挨家挨户都在谈，生怕便宜了别降，都自个儿争着降价呢。到最后的价都比之前低1半多。中间这家棺材铺价格是最低的，房屋也是新建的。不用选了，3间都要。你找人把这3间的墙打通，连成1间，靠着河的那一边都开窗。好。这可是大事啊！是。泡不是刨，傻的呀你！说一句。姑娘，你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可以啊。那些信若当真与凤翔宫有关，陛下定不会放过花家。我已辜负了花指，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待花指忙完这阵，缓一口气，我再查不迟，得帮花家找到斡旋的方法。哎，走走走，快！前面新店开张了，哎啊！哎，你别装着呢。看着不错呀。来，看看。恭喜恭喜啊！来，礼物。恭喜！多谢各位掌柜前来捧场。花大姑娘，我真服你了，你家点心3、5日变换新花色，
许多样式我都还没吃够就不卖了。原先我还替你家点心师傅可惜呢，没想到啊，你家铺子倒是挺齐全啊。以后各位掌柜的酒楼里都是顶新的口味，方便客人们尝新。若想回复旧味呢，就来我的铺子里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这幸亏啊，花大姑娘不是做账房的，这要做账房的，咱们不都得喝西北风啊？你呀，你这算盘打的是既响亮又好听啊！不说笑了，里面请。走，行，走吧，那就。精致啊！这边都是我们家的新品，看一下好香啊！这个型号我第一次见。方正形状的糕点来一份。来了，之前，稍等啊。一服这些都是我家师傅根据花子样式制作的。哦。来吧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小心。两位这边请，来这边请，这边都是新出的，来。花莲姑娘，花莲姑娘，这，帮帮忙！哎，您请进啊。来让一下，谢过，云来酒楼这里送到2盒桂花糕。哎，你说刚刚缝的，我这手竟然都疼了。大嫂，你快歇会儿吧。哎呀，这手疼啊，也是高兴的事儿。我真没想到咱们这进项竟这样丰厚啊！你们瞧瞧，这送进来的一摞摞、一册册，可不是纸，那都是钱呢。二嫂，你快跟三嫂一样了。大嫂，纸丫头呢？在那儿呢。纸丫头，我听灵儿说，那个巷子水泄不通的，还有铺子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这还有心思在这算账，还不赶紧回去看顾大局？今日开张，我总得算明白了，才知道明日的开支进项。你这些木棍儿摆到明天都摆不明白，我来。这是我做姑娘的时候，在我娘家的那些兄弟里，就属我打算盘打得最快。后来这个算盘被我偷偷地塞进了我陪嫁的那个香笼里带过来了，从此压在箱底，只做个念想。没想到它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三婶啊，倒是有前后眼。这抄家的时候，不仅藏了金银，还藏算盘呢。总比你那些鞋呀、袜呀的有用吧？那是。念秋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三婶好好学打算盘。三婶，那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铺子看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走了，来，把这些都收起来。随便看看。迎春，哎，一口气开这么多铺子，忙都忙不过来，竟叫我也一同来这赎罪。林姑娘，今日开张实在忙不过来，明日便不劳烦你们了。林姐姐，你尝尝，这个栗子糕很好吃的。嗯。确实不错。花姐姐，陪我去后面看看。就是。你要不要带？哎，这边怎么有人晕倒了？哎，有人晕倒了！快过来看看！哎，这有人晕倒了！哎，去看看去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倒了。是啊。这人没死，只是饿晕了。迎春，你去拿点吃食来，把他扶起来。来。慢点啊！接着看看。
好诗啊，姐姐，你快看看。君王为天下之客，他读过祖父的文章。此等才学，怎么沦落至此？唉，不落魄又能如何呢？他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，恐怕呀是下辈子都不能被录用。若是被圣上看到，恐怕要落得跟祖父一样的下场。你醒了，好些吗？嗯。多谢，告辞了。你的诗文都不要了吗？自是高枝无俗韵，何妨若叶有余寒。可是你写的。敢问郎君姓名？在下姓郑明志，多谢诸位娘子搭救。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唯有数卷诗文，笔肘自证，望娘子还我。郑郎君家在何处？何处高就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无处栖身，亦无处可用。能否借一步说话？郑郎君，我家想要聘用一位善讲诗文的先生，郎君高才，不知可否愿意一试？郑某虽贫贱，不愿受嗟来之食。多谢各位，告辞。这怎么就嗟来之食了？你这人好生奇怪。我家虽新开了铺子，却非富贵人家，乃是一门戴罪之身。我祖父藏书万卷，若先生愿意，可以自取借读。我家姓花。你们是？方才诗礼失敬，多有得罪。莫说因贫足学，便是赴汤蹈火，能为花公。郑某心甘情愿。郎君何必行此大礼？快请起。这又愿意受嗟来之食了？这坏人又来欺负花姐姐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公子里边请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公子，您是在找人吗？没有啊，当然是找那个凶巴巴的大傻妞了。那您里边看看，看看想吃点什么。那就这个，帮我拿一个吧。好。公子，还有别的需要吗？一样帮我拿一个吧。哦，好。哎，谁的马跑了？这马怎么去哪呀？你的马呀！我的马！哎，马呀！马！我的马！哎，我的马！跑快点哦，马可丢了！你驾！忘我出师了。这小伙子。
哎，嘿，慢点，小心的骑呀！玉，我自己可以。你头回骑这么久，我怕你腰疼，腿也麻。你以前学骑马也是这样吗？那时太小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从小便学骑马？嗯。你是想问，皇都中能供孩童骑马的人家非富即贵？如果真是这样的出身，为何会去参军？又为何会去你家当武先生？对不住啊。你都没问出口，抱歉做什么？况且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也从没探问过我什么。其实从见你第一面我就好奇，只是觉得问起来太冒昧，要是现在问，又怕你会多想。对我这么客气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生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要是有朝一日你想同我说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我年幼丧母，父亲再去，从小被我伯父一手教养大。是他教我骑马，教我读书。后来我去参军，也是为了报他的恩情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可以原原本本都讲给你听。但现在我们就这样，骑骑马，吹吹风，好吗？好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恐怕等我说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相处了。哎呦，燕先生回来了。燕先生，那个芷哥呢？老张放心，我先送他去了铺子里，晚些时候他会回来。那有劳燕先生了。您瞧芷哥这一天的，哎呀，全是他的劳累呀。老张之前一直跟着花公吗？啊，没错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花公身边，这一晃啊，一辈子了。我听说本朝文士出门在外，身边常有书童捧诗笔墨，能与您一同随行花公的人，想必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。没有，自来就是我一个人儿。如此说来，老张辛苦了。没事。钟叔啊，哎，芷哥，你不必忙活这些叶子他们会扫掉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活动活动身体。哎，芷哥，那燕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他是我一个朋友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昨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着。芷哥，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哎，你放心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
哦，那行，那可能我多心了。那志哥，你忙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。今天的课啊，就由这位小郑先生来讲。往后呢，凡是逢单的日子，都由他来替我给大家讲开蒙课。是。小郑先生好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先生呢，这回放心了。刚才忘了说，开蒙课上不许嬉笑闲话，不许乱摸乱动，不许分心跑神。这堂课我们来讲千字文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宇宙洪荒。你看我，啊，你看我这个厉害吧？不许说话！今日放课前，我想同你们介绍一下我自己。你是郑先生，我们都认识。在来花家之前，我不是郑先生。我生于荒僻之地，家中一贫如洗。4岁那年，我父亲因无钱之病而死，母亲改嫁另投他乡，从此我便居住在姑母家。姑母无钱供我读书。村中有无识字之人，我只好赤脚走上100里路，到一位先生家中，跪在门外求他借书抄读。后来，我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。再后来，终于能去应考了。过了周试，我一路为人抄书写信换钱，靠着2只脚走到了这皇都。或许，周试就是我的终点了。当我头一次看见这学堂的时候，晚上我就做了个梦，梦到我还是你们这般年纪，坐在这学堂里有纸有笔，我想什么时候学都可以。我太高兴了，就孝心了。在我做先生之后，常有你们家人来看我，送这送那，忧心忡忡，请我从严教导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们还年少，抱负光阴。你说奇不奇怪？这前几日我悄悄地去学堂看了一眼，这几个皮猴子啊，竟然昂首挺胸地跟着先生们念呢。你说，莫非这郑先生会下咒？看来我该多给郑先生赠些束修了。对对对，由他和穆先生教着，何愁孩子们不上进呢？昨日啊，李哥回来同我说，今日放课要来铺子里帮忙，着实吓了我一跳。这要换成往日，早就问我要几个小钱儿，上街上疯跑去了。大哥带你们吃点心。哎，出气。好，吃点进去。怎么了？我请客，随便拿。这个挺不错的啊，超级粗的这个。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花果梨，哎，对，就是花果梨。
梨，你俩在这卖东西啊？对呀。卖东西怎么了？我们没偷没抢。哎，你俩快过来，我要买东西。这个多少钱？你要买什么？你去一边去，没你的事儿。我让他俩给我弄。一边去一边去。喊什么呢？都回家去，仔细我去找你们的爹娘。快回去。谢谢，走喽。去吧去吧。柏林，你也是我们不偷不抢，又为何羞愧？我没羞愧，我不比他们差什么。那为何要躲起来？好了，难得今日放客一日，你们两个也别在这杵着了，跟娘回家吧。我们先回去了，回去吧。回去想吃什么好吃的，娘让他们做。哎，来了！哎，走。小黄狼！哟，花街的小醉人，你不卖货了？怎么被我们学堂逐出去，就只能在大街上乱跑？你们让开，少看不起人。我们如今有师有传，有地方读书。我们先生比你们私塾里的好多了。说得对，我们走，别理他们。走。哎，别笑掉大牙了！你家是开铺子卖吃食的，一个铜板从人家嘴里抠钱，你姐姐都成皇宫里的馅饼了。你说，商家小饿狼，不许再唱了！不许再唱！那怎么办？万人有一行。别打了！我都说了，不错嘛，可以吧？哎，点心其实还不错啊，打了我们了，我带你们来看的呀。怎么样？搞什么？二婶怎么回来了？芷儿，这钱是挣不完的。咱家虽说不如之前过得富足，但也不缺衣少穿的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，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二婶可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？刚刚在回去的路上，你的弟弟们同人打了起来，并且流了一斤。怎么回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一群不知事的孩子们，说咱们家是末流商贾，又说你如何，柏林气不过，就跟他们打了起来。芷儿，我想着，孩子们读书明事理，是为了日后能求个好出身。若是为了这么一点钱，反倒把自己堕到商贾百工的境地里去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柏林他们也这么想吗？他们年纪还小，自然是不懂这些。但你想想，若他们觉得商贾高贵，刚刚为何要躲着之前的那些朋友们？听到几句话就发火，同人打起来呢？那二婶呢？二婶也觉得我丢人，觉得花家做生意丢人吗？话不能这么说。之前饥寒交加，莫说是做买卖，就是沿路托钵乞食，那都做的。可如今已经不同了。可是祖父他们还在北地啊。算了，二婶，这天色不早了，铺子里也忙得差不多了，我先陪您回去。走吧。母亲，也不管管你那个婢子，怎么了？整天闲着不去做事，
把外头纨绔们嚼去的话拿来说嘴。嚼什么了？也难怪林妹妹生气。自打直姐姐把买卖做起来之后，这茶余饭后评头论足的就没歇过。左右又没嚼到你头上，你发什么邪火啊？母亲有所不知，前阵子有一伙子闲人编排直姐姐一个还不够，竟编了个百花谱出来，虚虚实实的编排了一些花家的姑娘在上头，还都取了些混号。有灵儿的？林妹妹从前是名满进门的才女，人尽皆知的，便被安排了个女教书的名号。女教书，听着是个挺体面的名号啊。你懂什么？那是前朝薛宏度的别号，在行业里讨生计的。哎呀，话是难听了一些，但也少不了你一两肉啊。哎呀，以后你们别同我说这些，我没工夫跟你们打这些闲官司。铺子、宅子里一大堆的事，都落在我和纸丫头头上了。你们帮不上忙，就少闹唤，让我清静些。哼，你现在倒是同他走得清静，也不管我这个女儿了。你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了。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哎呀，林妹妹，哎，纸丫头，别管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2天我焦头烂额的，嘴巴里都长燎泡了，水都喝不下去。咱们赶紧去看账吧。哎，怎么不找念秋帮忙？我正要同你说他的事。来，走。哎呀，走吧。纸丫头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这就是他拢出来的账。昨日我忙得连觉都没睡，我也知道你铺子里事情多，我想着找他来帮个忙，结果3催4请不说了。好了，今日拖拖拉拉终于过来了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不省心的东西，早该撵出去了。咱家不养吃闲饭的人呢。还有，他可怜，你也想栽培他，可是他的心眼真的比石头还要硬，教也教不会，打也打不会。要是硬塞在账房里面，也是个不顶事的棒槌。还有如今咱家的铺子多忙啊，来来回回多少细枝末节要理呀，千头万绪的进账出账，还有咱家的吃喝穿用各种明细，便是算的眼睛都瞎了，都算不过来。难不成我为了教这个蠢东西，我要先气死我自己吗？啊！总之这个人我不要了，你领回去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先起来吧。这回怎么算错了？越怕越错，越错越怕。去找芍药给你上点药，先休息吧。夫人，您这一算就是一宿，那个念秋又是个不中用的，再这样硬撑下去，身子垮了，可如何了得？那又有什么办法？这生意越好，要管的事就越来越多。你看，这每天桌子上堆得像山一样高，一笔一笔的堆，一笔一笔的算，生怕错了一星半点。哎呀，我脑门疼得突突跳。夫人，要我说，不行你就还把这些账丢给大姑娘算了。哎呦，我都忙不过来了，便去丢给芷儿，她能变出3头6臂来啊。可是天大的事也没您的身子要紧啊。我在想啊，我好歹以前也是个掌家娘子，我怎么现在就糊涂了，单打独斗起来了？英珠，你给我去一趟夏家的布庄，去找夏明，你跟他说，让他来见我。这夏明是什么人？是我娘家家生的奴才，从小跟着我学管账的。在我出嫁的时候，我还举荐了他当2整柜呢。听说他如今还混得有头有脸的，我自己忙不过来，
我得找个信得过的人过来帮我呀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自己都累死了。我这就去。哎，颜珠啊，你先避开这里的人，先不要让大姑娘和老夫人看见，免得他们多心啊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，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晚了，马都睡了，也没课可上。我就来坐一会儿。终于觉得累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星星都比平日里多些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本来以为可以更自由、更痛快，但是忙忙碌碌到如今，连抬头看天的闲暇都没有了。上次这么无所事事，还是祖父没有出事的时候。你只是忘了。以后我会提醒你。冷不冷？今天可是遇到烦心事了。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就是让人心烦。说说看。我能靠一会儿吗？吴也许，你什么也给不了他。再往前走，只有更多的欺骗。至少，现在能给他片刻温暖。所以，发生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你可要替我出出主意啊。好。今日三婶又怪罪念秋了，家里的妹妹们也都在心里抱怨。天落水，鸟吃虫，鸡又飞。